在偌大的非洲草原，生存着多达几十种凶猛且残暴的野生动物，其中狮子在这些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非洲草原上的霸主，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狮子似乎没有天敌，第一时间想到有能力与狮子抗衡的动物，好像就只有老虎了。其实除了老虎，还有很多狮子惹不起的动物。这些动物虽然外表看上去没有狮子那样凶猛，其实个个都是狮子的噩梦。今天黑土找出了10个1对1单挑的情况下可以干掉狮子的动物，它们极其危险，观看，等它们发起疯来，我们基本上毫无生还的可能。好了，黑土现在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走向野外，认识一下草原之王狮子的那些强劲对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银背大猩猩。听到这里，相信各位领导都特别的意外。刚开始黑土也很意外，银背大猩猩也就是金刚，它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非常的彪悍。在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种类的大猩猩都能与狮子抗衡，唯一能与狮子抗衡的就是银背大猩猩。它的体型与非洲狮不相上下，有些甚至超过了狮子。它可以战胜狮子的主要原因有2点，第一个是智力，第二个是耐力。先抛开这2点不谈，银背大猩猩的攻击力也是非常强悍的。它们强壮的臂力可以举起 1.5 吨以上的重物，一拳挥出去的力量也超过了1吨，只要功夫到位，有可能一拳就把狮子打晕。反观狮子有强大的咬合力和利爪，并且在敏捷度上都碾压大猩猩。这样比起来，其实单是敏捷度这一项，大猩猩就已经输给狮子了。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狮子的耐力。作为体型巨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的反应速度与攻击力毋庸置疑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它的耐力对比大猩猩来看就没有那么好了。狮子作为草原的霸主，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它的优点，却忽略了它的缺点。狮子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耐力，它巨大的体型导致它的力量消耗特别的快。狮子攻击对方的时候必须要快准狠，短时间内解决战斗，而大猩猩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但拥有极大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智力与耐力都碾压狮子。第一回合只要不被狮子锁喉，大猩猩就有机会与狮子打持久战。等到狮子精疲力尽的时候，大猩猩就可以挥动他那力量极大的手臂，击碎狮子的肋骨或者头部。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狮子都碾压大猩猩，毕竟一个是肉食动物，一个是杂食动物。狮子天生就是猎手，而大猩猩几乎没有夜视能力，这也是他们致命的缺点。在夜晚，大猩猩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以至于比大猩猩体型小很多的花豹都可以将它们猎杀。黑土把大猩猩列为第10，是因为1对1单挑的情况下，它也是有可能干得过狮子的，并不是绝对能碾压狮子。还望各位领导不要误解了，真正能秒杀狮子的都在前5名。排名第9，豪猪。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杀死雄狮的猪。豪猪的体型不大，体长一般在70厘米左右。虽然在体型上被狮子碾压，但是它们靠着那一身的尖刺，躲过了无数次大型的掠食者的攻击。确切点说，应该是击败了很多大型掠食者，这其中就有狮子。而且被豪猪杀死的大部分还都是雄狮。当狮子去攻击豪猪时，豪猪会将身上的尖刺竖起来，并且发出刷刷的响声来提醒对手。如果狮子直接冲上去就咬，就会被豪猪一身的尖刺扎伤。这些长长的尖刺一旦扎到狮子的喉咙或者呼吸道，狮子就会有生命危险。狮子不像大猩猩跟猴子那样灵活，浑身被扎满刺之后，凭狮子的一己之力是无法将身上的刺拔除的。如果这些刺一直留在狮子的身上，在非洲炎热的环境下，伤口很快就会感染，最后导致死亡。虽然狮子有足够的能力将豪猪猎杀，但是它们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一般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狮子不会去冒险捕杀豪猪。至于为什么豪猪杀死雄狮的数量比雌狮多，是因为母狮子一般都跟随狮群一起活动，很少单独出门。如果被豪猪扎伤，身边的狮群会帮它把刺拔掉。而雄狮有很多单独行动的，一旦被豪猪刺伤，由于没有同伴的帮助，这些刺就会留在体内。如果长时间不拔出来，等到伤口感染，雄狮就会有生命危险。好，排名第8，鳄鱼。非洲的尼罗鳄与狮子的打斗场景非常多，多数都是狮子去河边喝水，偶遇鳄鱼，他们俩切磋武功的机会非常的多。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同样它也是非洲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与狮子一样，可以猎杀羚羊、斑马、水牛这种大型动物。尼罗鳄的体长可达5米，比狮子还要大。它的咬合力仅次于湾鳄，一口咬下去可高达2吨。尼罗鳄的体型与咬合力都在狮子之上，所以狮子一般情况下不会去主动招惹它，能避免则避免。
除非万不得已，狮子需要到尼罗鳄的地界喝水的时候，狮子才会冒险与尼罗鳄接触。在狮子与尼罗鳄的打斗中，狮子的主要目的是挑衅，因为这是猫科动物的本性，它们不会以猎杀鳄鱼为主要目的。因为狮子知道这个大家伙不好惹，在河边，狮子一旦被鳄鱼咬住拖下水，生还的几率几乎很小。虽然狮子的咬合力与战斗力并不差，但是鳄鱼巨大的体型与结实的皮肤成为了阻挡狮子猎杀鳄鱼的最大障碍。即便是狮子成功咬住了鳄鱼，以狮子的体型与力量，远远不能将鳄鱼制服。反观尼罗鳄却可以将狮子拖下水淹死。狮子一旦下水，面对的就不止一头鳄鱼了。多数情况下，狮子是干不过成年的尼罗鳄的。排名第7，棕熊。由于栖息地的不同，虽然棕熊与狮子碰面的机会并不大，但是咱们这次主要说的是陆地上能打过狮子的动物。当然，北极熊也是陆地上的动物，但是这次咱就不拿北极熊来跟狮子做对比了。毕竟北极熊的战斗力，相信各位领导应该都了解，它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这次主要说的是内陆的棕熊。棕熊里最大的一个亚种就是生活在科迪亚克岛的科迪亚克棕熊，它的体重可达1500斤以上，站起来的身高将近2.5米，它的体型比狮子要更占优势。棕熊的脾气非常不好，特别的易怒，打起仗来横冲直撞，非常的野蛮。它们还拥有非常厚实的皮肤跟锋利的爪子。狮子虽然是天生的猎手，但是如果真的跟大棕熊进行1对1的单挑，狮子的胜算可能会非常的渺茫。面对体型巨大的棕熊，狮子只能靠它的牙齿去攻击对方，而棕熊不但拥有体型优势，它的灵活度与力量都不次于狮子。棕熊虽然看起来比较笨重，但是真正的野生棕熊是非常灵活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动物园里吃了睡，睡了吃的圈养熊而已。排名第6，老虎。说起老虎与狮子，黑土会特别的紧张，因为这两个王者之间的对决一直在争论不休。黑土提前解释一下，这次咱们说的是有几率干得过狮子的动物，并不代表完全秒杀狮子。今天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论单兵作战能力。从这一点来说，东北虎是可以打得过狮子的，无论从体型还是咬合力，东北虎都要比狮子更占优势。狮子是群居动物，老虎是单独行动。狮子的团队作战能力比老虎强，东北虎的单兵作战能力我认为要比狮子强。论起单挑，体型无疑是最大的优势，东北虎的体型要略胜于非洲狮，两者同样作为猫科动物，体型上的差距可能就决定了战斗上的优势。好，排名第5，能单挑得过狮子的就是长颈鹿。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长颈鹿的战斗力，狮子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不敢去招惹成年长颈鹿的，虽然狮子有时候也能捕杀长颈鹿，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捕食长颈鹿的幼崽。真正成年的长颈鹿，狮子一般情况下很少去招惹，因为这会给狮子带来杀身之祸。黑土一点都没有夸张，单挑的情况下，长颈鹿只要发挥好攻击优势，有可能一招就把狮子秒杀。长颈鹿的攻击武器主要是它的腿跟头，成年长颈鹿的身高可达6米，体重可达 1.3 吨，巨大的体型赋予了它腿部极大的力量，它一脚踢出去的力量将近1吨。狮子在长颈鹿的面前非常的不占优势，长颈鹿巨大的体型可以轻松的踢到狮子的身上，再加上它那威力巨大的踢力，可以一脚就踢断狮子的肋骨。将近1吨的力量如果踢到狮子的头上，狮子有可能会当场毙命。除了极大的腿部力量，长颈鹿的头也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它拥有坚硬的角状头盖骨，它可以利用它脖子的长度优势，挥动自己的脖子，用头攻击对方。抡起来的大脖子就像一个摆起来的大铁锤一样，力量极大。还有就是不要以为长颈鹿的性格温顺，雄性长颈鹿是非常好战的，它们的听觉与视觉都非常的敏锐。真正的野生雄性长颈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狮子的攻击力也很强悍，但是面对这个体型巨大的家伙，多数情况下会选择能不干则不干。虽然狮子也可以猎杀成年的长颈鹿，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狮子是不会选择去猎杀这个大家伙的。排名第4，水牛。我们经常会看到狮子猎杀水牛的画面，而水牛干掉狮子的画面几乎很少看到。其实1对1单挑的情况下，一头狮子是干不过一头水牛的。非洲水牛非常的健壮，它的肩高可以达到1.7米，体长能达到3米以上，体重更是将近1吨。野生非洲水牛的体型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特别意外的事实，在非洲草原上，除了人类之外，水牛几乎是没有天敌的。虽然有时候狮子会捕杀它们，通常情况下需要好几头狮子才能猎杀一头成年水牛。如果是一只狮子，根本没有机会与水牛抗衡。水牛头上的角可以直接将狮子顶起来，甚至穿透狮子的身体。而且这家伙还是群居动物，奔走在非洲草原之上，就像是一群威力巨大的陆地坦克。狮子一旦被水牛顶起，如果伸出水牛群中，则会直接被水牛踩死。
一般情况下，狮子只会攻击幼年的小型水牛，真正的成年水牛，狮子一般是不敢贸然袭击的。排名第3，河马。河马憨厚的外表一度让很多人认为它是属于比较温顺的动物，但事实上它是一种脾气非常暴躁且危险的动物。在非洲，河马是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意识非常的强，不允许任何动物进入它们的领地，一旦进入，它们会立刻发起攻击。千万不要以为河马是一种笨重的动物，它跟棕熊一样，看上去笨重，其实非常的灵活。河马的奔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它的平均体重将近2吨。最重要的就是河马的那张大嘴，它的嘴张开将近150度，嘴里的獠牙将近50厘米，咬合力更是高达2吨。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狮子都不是河马的对手。虽然狮群也可以猎杀河马，但绝大多数也都是猎杀的河马幼崽。面对真正的成年河马，狮子基本上毫无胜算。多亏河马是素食动物，如果它同狮子一样也是肉食动物，那么非洲草原之王可能就不是狮子了。排名第2，犀牛。狮子对战犀牛，黑土就不过多的赘述了。犀牛这个大家伙在草原上就是一个披着铠甲的小型推土机，它的体型可以达到3吨，体长能达到4米。看似笨重的体型，奔跑速度竟然也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狮子在与犀牛的对决中，犀牛完胜狮子，但是体型这一项就已经被碾压。奔跑速度如果足够快的话，犀牛头上的那长达 1.5 米的角有可能会直接穿透狮子的身体。狮子如果与成年犀牛单挑，基本上毫无胜算，即便是狮群来了，也不一定能猎杀得了一只野生的成年犀牛。好，排名第1，大象。在整个非洲草原，大象可能是狮子唯一不敢招惹的动物了。我们都知道，狮子虽然特别喜欢挑战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动物，但是面对大象这个庞然大物，狮子即使有再大的胆子，几乎很少会选择对大象下手。更何况面对的还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非洲象。大象的象牙可以直接将狮子整个挑起来，狮子一旦被象牙刺穿受伤倒地，大象一脚踩下去，即便是华佗来了，狮子也无力回天。在整个非洲草原上，很多动物都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唯独大象，它们几乎不用担心有任何动物袭击它们。虽然狮群有时候也会去找大象的麻烦，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狮子只对一些大象的幼崽或老年大象有威胁，对成年大象几乎形不成任何的威胁。那么问题来了，大象这么厉害，为什么狮子成为了草原之王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一辆普通汽车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架飞机，你相信吗？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飞机是什么吗？你见过造价仅需$1000的飞机吗？注意，我们今天说的并不是玩具飞机，而是真正能载人飞上天的飞机。今天这视频，黑土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小的10架飞机，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迷你飞行器。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 BD5J 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是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飞机，整个机身的重量仅为325斤，还没有一辆电动3轮车重。它的机身长度为 3.7 米，翼展长度为 5.18 米，高度仅为 1.5 米。远看上去很像一个大型的玩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可以载人飞上空中的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搭载有一架推力为305斤的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它的机身虽然不大，但仍可以每小时480公里的速度在空中飞行。这架飞机诞生于1973年，至今为止，它仍保持着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飞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虽然机身不大，但在这架小型飞机上照样也配备了电动回缩装置、电动起落架以及电动制动系统。特别是起落架，这架飞机上的起落架的回缩速度可以在短短的1秒内完成，非常迅速。遗憾的是，这种微型飞机需要技术非常熟练的飞行员才能安全驾驭，因为在之前这种飞机曾发生过多次坠机事故，因此出于安全问题，不建议各位领导盲目尝试。第9个 SD1 迷你运动型飞机。你敢相信吗？眼前这架飞机的机身是木质的，它的机身材料采用木质和碳纤维以及各种复合材料制成，即便是机头前的螺旋桨也是由木材制成的。整架飞机的重量仅为200多斤，有效载荷为260斤，体重在200斤以下的飞行员照样可以驾驶这架飞机升空。这架飞机被归类为一种轻型运动型飞机，整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 4.35 米，翼展6米，高度 1.23 米，座舱的高度仅为1米，宽度为半米，相对来说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它搭载有一架单缸的2冲程飞机发动机，还配备了航空电子设备集成的专用仪表盘，包括高度计、指南针、GPS 在内的等等各种配置。
虽然这些配置对于绝大多数飞机来说都是必备的基本设备，但想要在这架木质迷你型飞机上使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该飞机的油箱容量为34升，加满一次油可以连续航行660公里，巡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7公里，飞行高度可达4000多米，而起飞距离仅为243米。细算一下，这家伙的油耗甚至还没有一些越野车的油耗高。不过木质的飞机总是有缺陷的，在飞行过程中一旦遭遇到大风或者极端的天气，驾驶这架飞机是相当危险的。对了，再有就是它的售价，在这架飞机的原产地捷克，售价仅为2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4万左右。当然，配置不同，价格也会有所浮动。第8个，文氏直升机。这架飞机是世界上最轻的载人直升机之一，它的重量仅为270斤，机身长度为 4.9 米，旋翼的直径仅为 5.95 米。整架飞机的机身是由复合材料和金属管制成，它的有效载荷高达290斤，只能坐下一个人。对于体积这么小的一个直升机来说，能达到这个载荷量已经非常困难了。它的油箱的容量为45升，加满油后仍可以搭载一名体重220斤以下的飞行员升空。这架飞机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30公里，它加满一次油可以连续飞行2个小时以上。它与汽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配置，配置不同，各种参数也会有所差异。最低配的文氏直升机的售价仅为3万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0多万。好，第7个，小蜜蜂单翼机。这是美国人在上世纪40年代制造的一种超轻型单翼飞机，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小的人工驾驶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 4.32 米，翼展为 5.49 米，单看数据，机身似乎并不小。让人意外的是，这架飞机的重量仅为190斤，一个人就能够轻松地抬起飞机的另一侧，力气大一点的甚至可以直接徒手将整架飞机搬起来。它的高度为 1.52 米，动力装置采用了一个双缸水平对置活塞发动机，马力仅有30匹。这架飞机最特殊的一点就在于它没有为飞行员设立驾驶舱，飞行员想要驾驶这架飞机，只能趴在机身的顶部进行操作。升降舵控制装置位于飞行员的下方，方向舵踏板位于机身顶部的凹槽中，驾驶起来相当复杂。虽然操作起来并不顺手，但这架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仍可以达到372斤，最高飞行速度也达到了每小时132公里。从建造至今，这种型号的飞机在全世界仅生产了1台，原型机在1978年当地的博物馆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后来又重新建造了一个复制品，存放在博物馆展览。好，第6个，蟋蟀飞机。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双引擎人工驾驶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 3.9 米，翼展为 4.9 米，重量仅为156斤，仅需要一辆越野车就可以将其拖挂带走，而且组装和拆卸每次仅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它搭载了2台单缸2冲程活塞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向外输出15匹的马力，这个小家伙仅需要100多米的距离就可以起飞。在空中，它可以上升到距离地面4600米的高空，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20公里。与其他轻型飞机不同的是，这种蟋蟀飞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要比其他轻型飞机强得多。这架飞机最初是由法国的一位航空工程师于1970年代设计的。最初设计这架飞机的时候，工程师的目标准备将其设计成一种能够进行特技飞行的小型飞机，并且价钱还不能超过1000美元。从设计到正式起飞，装配工作大概用了1500个小时。到了1973年，这架飞机在巴黎的一个机场完成了首次飞行。对了，再就是它的名字，之所以被称为蟋蟀机，是因为这架飞机的名字是由法国设计者的女儿名字命名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蟋蟀，所以才被称为蟋蟀机。好，第5个 DS-1 幼鸟单翼机。这是一架单引擎单座的高翼飞机，这架飞机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单翼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采用的是织物覆盖的焊接钢管，机翼是木质的。单座的高翼飞机当然只能坐一个人，它的毛重达386斤，如果在加满油的情况下，对于飞行员的体重也是有限制的。它的机身长度仅为 3.4 米，翼展还不到2米，仅为 1.91 米，机身高度为 1.5 米，整架飞机的重量仅有228斤。它的动力装置采用了德国制造的一种2缸轻型发动机，发动机摆动了一个长达1米多的木质螺旋桨，马力可达55匹，在飞行时它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80公里。这架飞机的诞生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飞行，确切点说，它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世界上最小的地位，也就是为了占据世界上最小的飞机名号。当然，这架飞机最终如愿以偿，截止到1984年，它如愿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上最小的单翼飞机。第4个，本森 B8 旋翼机。
这是一架极其简约的小型单座旋翼机。这架飞机除了座椅、尾翼以及旋翼和动力装置外，基本上没有装备太多的东西。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低廉。这架飞机是美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它与大多数小型飞机一样，只能容纳1名飞行员。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 3.45 米，高 1.91 米，重达224斤，最大起飞重量可达400多斤。它采用了一个4缸的风冷2冲程水平对置活塞发动机，可向外输出72匹的马力。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37公里。对了，再有就是这种飞机与直升机可不一样，旋翼机能够短距离起飞和着陆，但是不能像直升机那样悬停或者垂直起飞。驾驶这种飞机需要经过专门的飞行员培训，由于其飞行参数范围非常狭窄，因此需要谨慎驾驶。开着这种飞机，一个操作失误就有可能粉身碎骨。再有就是它的售价仅为6000美元，二手的价格甚至低至几百美元就可以搞定，相当便宜。第三个 JEN H4 单座直升机。这种直升机是世界上最小的同轴直升机，它的机身重量仅为140斤，飞机上装备了2个对转的主旋翼，长度仅为 3.9 米。这种对转的旋翼可以让机身保持更好的稳定性，它们以相反的方向转动，因此不需要尾部的尾桨就可以控制机身的稳定。这种飞机是日本人在1990年代开发的，直到1998年才完成首飞。它采用了一种没有挡风玻璃的单座开放式驾驶舱，动力方面装备了4台双缸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即便其中2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它仍能依靠其他2台发动机稳定的停留在空中。但是为了确保安全，在这架飞机的桅杆上方也配备了降落伞，以此来保障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再有就是这架飞机的雨下载荷为300斤，加满油的情况下，仍可以搭载一个体重在250斤以下的飞行员升空。再有就是它的操控非常简单，操作起来与一些电子游戏的控制杆差不多，前后左右就靠一根控制杆就可以实现。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加满一箱油大约可以连续飞行半小时左右。第二个 SA-2A 天空宝贝双翼机。这架飞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它的外观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型玩具，但实际上它是一架需要人工驾驶的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3米，翼展的宽度仅为 2.18 米，机身高度为 1.5 米，重量仅为410斤。这架飞机只有符合标准的飞行员才能驾驶，它需要一个体重为154斤的飞行员保持在重心内才能够顺利起飞。当时为了试飞这架小型飞机，还专门聘请了一个名为罗伯特·斯特尔的专业飞行员。这名飞行员专门从事小型飞机的飞行。这架飞机经过这名飞行员试飞过后得出的参数，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约300公里。这架飞机搭载了一台4缸的4冲程飞机发动机，马力可达112匹。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266公里。这架飞机从第一次试飞到退役，仅仅过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它于1952年10月份退役，之后便被设计者捐赠给航空航天博物馆进行展示，并没有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它的诞生仅仅是为了挑战世界上最小的飞机称号而设计的。好，第一个斯塔尔大黄蜂2号。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人工驾驶飞机。这架飞机的诞生是专为获得世界上最小的飞机称号而设计和制造的试验性飞机。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实用性，主要就是为了名号。这架飞机的设计者是罗伯特·斯塔尔，他在1988年创造了这架世界上最小的飞机。至今为止，这架飞机仍保持着世界上最小的有人驾驶飞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 2.7 米，翼展仅为 1.68 米，高度只有 1.2 米。它的动力装置采用了一个4缸的风冷水平对置活塞发动机，马力可达85匹。整架飞机仅能容纳1名飞行员。这种小型飞机基本上没有什么操控性，小飞机大风险。1988年5月5号，这架飞机的创造者在驾驶这架飞机的第3次飞行中就遭遇了坠毁的事件。飞机在飞到距离地面120多米的空中，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最终导致飞机落地。庆幸的是，飞行员斯塔尔虽然身受重伤，但是并没有产生致命的危险。至此，这架飞机便就此落幕。虽然没有大批量生产，但它仍是世界上尺寸最小的载人飞机。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误伤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会有哪些后果吗？你知道除了大熊猫，我们国家还有哪些跟熊猫一样珍贵的一级保护动物吗？相信前些年的大学生掏鸟窝被判10年的事件，很多人都历历在目。之所以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是因为这名大学生掏的鸟正是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雁隼。毫无疑问，既然2级保护动物都这么严重，那么伤害1级保护动物肯定会更加严重。本期视频，黑图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生活在我们国家的10种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遇到它们请千万不要伤害，因为误伤一只最少10年起步。大家好，我是黑图，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金丝猴。眼前的这个可爱的猴子就是金丝猴，它与大熊猫一样，都是我们国家的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
金丝猴共有5种，不同物种间特征也会有所差异。我们最常见的金丝猴名为川金丝猴，它是金丝猴中颜值最高的一种，也是《西游记》中美猴王的原型。这种猴子仅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甘肃、陕西和湖北等地。除了动物园中的金丝猴，其实在野外还生活着大约15000多只野生的金丝猴。野生金丝猴通常都栖在海拔超过1500米的山地森林中，与大多数的猴子一样，它们也是群居动物，一群的数量最多可以达到几百只在一起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以各种植物以及昆虫为食。在我们国家，除了最常见的川金丝猴，还有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和怒江金丝猴。这几种金丝猴的外观与川金丝猴都有明显的差异，外貌看上去相对没有川金丝猴那么漂亮，但它们与川金丝猴一样，都是国家的1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在动物园还是在野外，如果遇到金丝猴，请千万不要盲目的投喂，因为一旦失手伤害了它们，可能会尝10年以上的铁窗泪。第9个，花豹。花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钱豹。一提到花豹，相信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非洲，因为这种大型猛兽多数都出现在非洲大陆。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是到了今天，在我们国家的华北地区，仍有野生的花豹生活在野外。花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物种，它的出没范围横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在我们国家的华北地区，也就是山西、河南、河北以及甘肃南部和山西北部等地，曾经是华北豹最主要的栖息地。在很久之前，华北地区的野生豹子吃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到了近代，由于人口的快速膨胀，逐渐的就导致华北豹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截止到2023年，野生华北豹的数量可能已经不足500只，非常罕见。要知道，一头成年花豹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2米以上，它们的嘴里长有非常发达且锋利的犬齿，一口下去可以轻易的撕裂我们的皮肤。另外，花豹的力量也大得惊人，它可以轻易的将一个成年人类咬死，并且拖走吃掉。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喜欢到野外游玩的各位领导，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领导，一定要注意安全。虽然野生花豹的数量不多，但碰到1只就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再有就是花豹也属于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它的保护等级与大熊猫是一样的。第8个，雪豹。你如果在高原地区听到这个叫声，请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这种声音并不是什么小猫小狗，而是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顶级杀手雪豹。雪豹是一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大型猫科动物，它长有灰白色的皮毛，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使其将自己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让人很难发觉，隐蔽性很强。雪豹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猫科动物，它们是高原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可以在各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下捕杀猎物。在野外，它主要以岩羊、山羊以及各种啮齿类动物为食，当食物缺乏时，它们也会下山捕杀人类饲养的家畜。与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雪豹的犬齿和爪子也非常锋利，一口下去可以轻易的撕裂猎物的皮肉。对于人类而言，雪豹与狮子、老虎一样，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猛兽。当然了，这要取决于对于什么人来说。雪豹面对那些手持真灵武器的人来说，就是待宰的羔羊了。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截止到2016年，全世界的雪豹数量只有8000只左右，其中成年的雪豹连一半都不到，其中60%都分布在我们国家。导致它们数量变少的主要原因就是非法偷猎。早些年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私利而大量的猎杀雪豹，从而导致雪豹的数量急剧下降。为了保护雪豹，国际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我们国家，雪豹的保护等级也与大熊猫一样，都是1级1等重点保护物种，任何人不得杀害、贩卖、运输以及收藏。第7个，虎。如果野生的老虎全部灭绝，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知道吗？在100多年前，全世界野生老虎的数量曾高达10万多头。在那个年代，几乎每年都会有老虎食人的事件发生，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亚洲地区。毫无疑问，老虎是杀死人类最多的一种猫科动物，也是最危险、最致命的一种野兽。老虎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世界上大多数的猫科动物通常都会远离人类，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而老虎却不同，据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些年老的老虎或者生病的老虎，由于丧失了捕杀天然猎物的能力，有时便会将人类视为潜在的猎物，而人们为了保护自身不受伤害，就只能组织起来对老虎进行捕杀。久而久之，随着人们对老虎的大量捕杀，到了近代，世界上的野生老虎已经从100年前的10万多只减少到如今的几千只，也让这个曾经人人喊打的害虫变成了如今和大熊猫一样珍贵的1级保护动物。很多人这时可能不太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保护这种凶猛的野兽，答案就是
就是生态链。野外的老虎一旦灭绝，势必会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平衡性。要知道，森林里只要有老虎存在，它就会捕杀其他食草动物，以及控制其他食肉动物的数量。比如说狼和豺这些野兽，一旦老虎消失，类似于狼这种群体活动的野兽就会大量繁殖，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制衡它们，时间长了就会破坏食物链的平衡，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最终会影响到我们人类。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尊重并保护各种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它们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第6个，亚洲象。亚洲象是亚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一头成年亚洲象的肩高最高可达3米以上，体长可达7米，体重最重可达5吨。它们主要都活动在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里，通常喜欢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河谷、河边以及一些阔叶林中游荡。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野生亚洲象的数量约为5万多头，其中大多数都生活在印度以及斯里兰卡这些热带地区。当然了，在我们国家的云南南部也有野生的亚洲象，只不过数量不多。据估计，截止到2020年，生活在云南地区的亚洲象仅为300头左右，非常稀缺。导致它们数量骤减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人类。由于大象的象牙、身体以及皮肤在很久之前能卖到很高的价钱，所以就吸引来了大批的偷猎者，对野生大象进行大批量的捕杀，久而久之就使得它们的数量快速下降。到了202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亚洲象也列为濒危物种，在我们国家，它也属于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第5个，普氏野马。以眼前的这个长相酷似家驴的生物就是普氏野马，它的外观看上去像马又像驴，并且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如果把它放到农村，多数人可能都会把它当作普通的骡子。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它非但不是普通的驴，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野马，并且还是我国的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比大熊猫还要珍贵。普氏野马也叫亚洲野马，它分布于我们国家的新疆、甘肃和内蒙古地区，通常都活动在一些草原、丘陵以及沙漠地带。它的体长可达2米，体重最重可达700斤，在野外通常都是群体活动，一群的数量从5到20头不等。之所以说它比大熊猫还要珍贵，是因为这种野马是世界上原有300多种野马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品种。长期以来，由于人类的大量猎杀以及栖息地环境恶化等多种原因，早在上世纪中期，普氏野马在野外就已经灭绝了。截止到今天，全世界的普氏野马的数量仅存2000多头，全部被圈养了起来。在我们国家只有700多匹，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缺，因此普氏野马也属于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第4个，云豹。云豹也被称为龟纹豹，这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一种小豹子。一只成年云豹的头体长度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60多斤。这种豹子四肢粗短，脚掌宽大，一般都活动在一些植被茂密的热带森林中。它的嘴里长有一对长达4.5厘米的犬齿，一眼看上去就类似于剑齿虎的牙齿一样，因此云豹也被人们称之为小剑齿虎。独特的头骨构造赋予了云豹很强的咬合力，它一口下去可以轻易的撕裂其他猎物的皮肉。与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云豹也是一种高度肉食性动物，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一些中小型有蹄类以及灵长类动物为食。在它的生存范围内，云豹也站在食物链的上游，除了人类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但早些年由于人类的过度捕猎，使得云豹的栖息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导致种群数量也大幅缩减。截止到2020年，全世界成年野生云豹的数量估计仅为几千只，非常罕见。因此早在2008年，云豹就被列为易危物种，在我们国家它也属于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非常罕见。第3个，高鼻羚羊。高鼻羚羊也叫塞加羚羊，这种生物长有一个高高隆起的鼻子，看上去非常奇特。它的高鼻子可以过滤到寒冷的空气，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寒冷干燥的气候。这个家伙的体长约为 1.5 米，肩高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30斤以上。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荒漠或者半荒漠的草原地区。雄性高鼻羚羊的头上长有2只长度约为25厘米的羊角，雌性则没有。它的羊角不仅可以用来抵御敌人，还可以用来吸引异性。然而就是这么一对羊角，却险些让自己的种群灭绝。因为在一些地方，人们认为高鼻羚羊的羊角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因此一些偷猎者为了谋取私利，便开始对高鼻羚羊进行大规模的屠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它们头顶上的羊角。在很久之前，高鼻羚羊曾广泛分布于英国到西伯利亚之间的地带，数量曾高达上百万头。然而到了20世纪，由于人类的大量猎杀，导致它们的数量直接减少了 95%。如今在我们国家境内的野生高鼻羚羊可能已经灭绝，现有的都处于被圈养的状态。难以想象，如果国家不出手保护这些动物，那么它们很有可能会永远的消失在这个地球上。第2个，朱鹮。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稀有鸟类，如今仅生活在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栖息地的缩小，使得朱鹮的数量急速下降。最惨的时候，全球仅剩下7只。之后，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物种彻底灭绝，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朱鹮进行保护。多年来，在动物保护部门的努力下，朱鹮的数量已经从1981年的7只扩展到了如今的9000多只，其中大多数都分布在我们国家的陕西洋县，它的珍贵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大熊猫。另外，就是这种鸟的保护级别与大熊猫一样，都属于1级1等重点保护动物，打死1只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惩罚，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之为牢底坐穿鸟。盼望各位领导在野外遇到时，千万不要伤害。第一个，大熊猫。毫无疑问，大熊猫无疑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它是我们国家的特有种。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可爱的生物，即便有些国家的动物园里有，那也是我们借给他们的。你可能很难相信，除了我们在动物园中看到的大熊猫，其实在四川的野外还生活着大约上千只野生的大熊猫。熊猫虽然很可爱，但千万不要忽略了它们是熊。通常野生的大熊猫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凶猛的本性，虽然它们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但如果受到惊吓时，很有可能会出于自卫的原因对我们发起攻击。因此在野外如果遇到野生的大熊猫，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千万不要试图靠近或者触摸它们，因为它有足够的能力给我们带来致命的伤害。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